财神爷赵公明的传说及由来。五路财神之首五财神赵公明，南宫赵真君，亦称赵玄坛、邯郸爷、玄坛元帅、玄坛爷、银主公王、赵元帅、赵府元帅。五财神封神演义所述，姜子牙并没有封赵公明为财神，只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，人称玄坛真君、玄坛元帅，身骑黑虎，一手持9节金鞭，另一手持金元宝，是中国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一位重要神灵，特别在财富与商业领域享有极高的地位。作为财神的象征，赵真君被广泛供奉，尤其在华南地区及台湾等地，他的信仰深深扎根于当地文化中。赵真君的形象通常是威武的武将，手持宝剑或金钱，象征住保护与富饶。道藏，道教最具权威的经典《道藏》中，虽未有专门记载南宫赵真君的生平事迹，但散见于众多经卷中，如《太上洞玄灵宝业报经》、《上清灵宝大法》等，多以其为护法神，护持道法。三洞经，此经将道教经典分为3洞，即洞真、洞玄、洞神。南宫赵真君常被列于洞玄部，与其他诸多神祇一同护持道法。历代神仙通鉴，此书广泛收录历代神仙的传说，对南宫赵真君的记载相对集中，但多为简略的生平介绍。南宫赵真君的传说可追溯至上古时期，最初他被视为一位与财富有关的神灵。在道教的经典文献中，赵真君被描述为掌管金银财宝的神祇。他的信仰从民间信仰逐渐演变，成为中国道教信仰系统中的一部分。根据三教搜神大全之记载，玄坛元帅姓赵明朗，艺名昶，字公明，终南山人，秦时避世山中，精修至道，功行圆满，被玉帝旨，召为神霄副帅。按元帅乃昊庭萧度天会绝婚犯气化生，其位在前，金河水气之象也。其服色，头戴铁冠，手执铁鞭者，金构水气也。面色黑而胡须者，北气也。跨胡者，金象也，故比水中金之意。体则为道，用则为法，法则非雷霆无以彰其威。太华西台祈府乃元帅之主掌，而帅以金轮称，以袭方金象也。元帅上奉天门之令，侧翼3界，巡查5方，提点9州，为执殿大将军，北极是御史。待汉祖天师修炼大丹，飞神奏地，请威猛神力为之守护。由是元帅上奏谕旨，充正一玄坛元帅，正则万邪不干，一则纯一不二，所以玄坛之职至重，掘金3元开坛传度。其驱善建功谢过之人，及顽名不化者，皆元帅掌之。故有龙虎玄坛，时赏罚之一司。部下有8王猛将者，以应8卦也；有6毒大神者，以应天煞、地煞、年煞、月煞、日煞、时煞也。5方雷神，5方昌兵，以应5行；28将，以应28宿。天和地合2将，所以向天门地户之合辟；水火2营将，所以向春生秋煞之往来。驱雷役电，治雨呼风，除瘟减岁，保病攘灾。元帅之功莫大焉，至如恭送冤役，神能使之解释。公平买卖，求财利益和合，
但有至公至正之事，可以对神言者，导之无不如意。建炎元年，以供奉赵天君财神爷于南京考试院里。待至明英宗元年，西元1436年，院堂遭回路光顾，既有进士李立本、李峤终是举人后，在考场遇大火，时已半夜，教忽然半睡中梦见一天君，即叫曰：“我救汝，汝救我之声下。”惊醒奔出，走进考场内神房，发现托梦之赵天君财神爷神像，及时捧请神像跑出火场，烟雾火焰自开，较之生命得救。同赴考之亲家张御史周弘，亦在火场中同时捧请一尊杨戬神像跑出火场，考场既烧，奉请赵天君财神爷神像而归侯山，今至西山，供奉地方守护神，神威显赫，庇佑乡民，端赖天君之神恩，共沐神修。南宫赵真君的起源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道教发展过程。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，吸收了大量民间信仰和神话传说，形成了庞大的神灵体系。赵真君的形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渐演变成为财神的。赵真君的形象源于这种对财富的崇拜。在中国古代，商业活动逐渐兴起，财富的积累与分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，因此与财富有关的神灵逐渐在民间信仰中占据重要位置，并被视为能够保护财富、促进繁荣的神奇。赵真君的传说与《封神演义》有密切关联。这部小说是明代的神怪小说，讲述了商朝末年的一场神魔大战，其中许多历史人物被塑造成了神灵，赵公明便是其中之一。根据《封神演义》的记载，赵公明是商纣王阵营的一位强大将领，拥有强大的法力和宝物。尽管他在战争中被击败，最终却被封为财神，成为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重要人物。财神信仰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，赵真君是这一信仰的重要象征之一。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，财神的形象和崇拜方式各有不同。在早期，财神的形象多与自然神和祖先崇拜有关，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商业的发展，财神逐渐演变为具体的神灵形象，如赵真君。赵真君的形象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定型，成为一位既有威严又慈祥的神灵。他被认为能够保护商人，促进财富的积累和商业的繁荣。在他的信仰中，金钱不仅仅是物质的象征，更是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功的象征。因此，南宫赵真君被视为保护财富和家庭幸福的重要神灵。道教对于赵真君的崇拜是由于他与财富密切相关的神奇形象。作为道教神灵系统的一部分，赵真君在道教经典中拥有特殊的地位。他的故事和形象被道教经典所记载和传颂。在道教经典中，赵真君被描述为一位拥有神通广大的神灵，他的主要职责是管理财富，保护信徒的财产安全。在一些道教经文中，赵真君被视为掌管金库的神祇，他的名字常与财富相关的词汇联系在一起，例如金银之神、聚宝真君等。道教信徒相信，通过供奉赵真君，可以祈求财运亨通、事业顺利和家庭幸福。在一些道教仪式中，信徒们会举行祭祀活动，敬奉赵真君，以获得他的保佑和庇护。在道教神灵系统中，赵真君与其他神灵有着密切的关联，例如与他并列的还有其他几位财神，
如比干、范蠡等。这些神灵各有分工，共同保护信徒的财富和商业活动。赵真君与道教的其他重要神灵，如太上老君、真武大帝等，也有着一定的关联。这种关联表现在他们共同参与的道教仪式和信仰体系中，并且在一些道教庙宇中，赵真君与其他神灵常被一同供奉。在道教的祭祀仪式中，赵真君通常是作为主要祭拜对象之一。信徒们相信，通过向赵真君供奉香火和金银纸，可以祈求财富增长和家庭繁荣。在一些特殊的节日，如农历2月初2，传说是赵真君的诞辰，道教庙宇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，吸引大量信徒前来参拜。这些祭祀仪式通常包括烧香、供奉食品和金银纸、诵经等活动。信徒们通过这些仪式，表达对赵真君的敬意和感谢，同时也祈求他继续保佑自己和家人的财富与平安。这部分涵盖了南宫赵真君的基本介绍、历史背景与来源，以及他在道教中的地位与相关仪式。接下来的章节将深入探讨南宫赵真君在不同地区的崇拜习俗、经典故事以及他在现代社会中的象征意义。如果这些内容符合你的期望，我将继续撰写下一部分。南宫赵真君的传说在中国文化中广为流传，经典故事更是深入人心，塑造了他作为财神的重要形象。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赵真君的神奇法力，也表达了古代人民对财富、正义和善良的追求。赵真君最广为人知的形象来自于明代的神魔小说《封神演义》。在这部小说中，赵公明被描述为一位拥有强大法力的仙人，效忠于商纣王，并参与了殷商与周朝之间的神魔大战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赵公明拥有4大法宝：定海神珠、金鞭、阴阳镜和翻天印。这些法宝使他在战场上无往不利。然而，赵公明最终被姜子牙所败，原因是被姜子牙用计诱使他脱下保护身体的金冠，从而失去法力，被阵法击杀。尽管如此，他因忠诚和勇敢的形象而深受尊敬，并最终被姜子牙封为财神，掌管世间财富。这也是他被尊为赵真君的起源之一。